大家好，今天要移植的是五彩桂花哈，而这五彩桂花呢，其实已经搬回来很久了啦，只是一直犹豫不决哦，不知该选种在哪个位置会比较好啊。由于这也是有人馈赠的哦，种起来感觉特别有压力哦。当然呢，也不像自己育苗的七里香哈，数量较多啦，容错率也较高啊。但不动手呢，就很难将上方的拼图完成啦。所以呢，也只能相信自己了。先挖了个洞哈，确认深度相当后呢，再继续往下加深与一旁加宽啊。这样做呢，种植时会更方便来调整高低啊。不过呢，今天就到此为止哈，算是先行宣告呢种植地点后，还想观看一下呢，这土壤干掉后呢，会有多少养分呢？等隔日再进行出手种植哈。隔日一来呢，施作的顺序哈，不是五彩桂花。反而是从一旁的七里香开始啊，算是先把手感加热的操作哈。而这七里香移盆呢，也是有点难度啦，主要是当初种在陶瓷的盆栽里啊。现在先浸泡在水里的方式呢，通常是用来急救土壤过于干燥的方式啊。不过呢，个人是拿来托盆哈。另片再详细说明细节好了。等待这盆七里香花盆呢，里的土壤喝饱吃足水之前呢，就先来移植五彩桂花。由于当初这是使用不织布包覆土壤进行育苗，原本认为呢，省掉从盆栽里挖出的过程哈，应该会轻松许多啦，只需将不织布撕开就可以种植了，但内部的土呢，其实都是细沙哈，一用力呢，整个上层的土完全整个崩裂了，算是惊吓有余哈。这一开始若使用剪刀剪开哈，应该会好很多啊。不过土壤崩落的同时呢，反而还看到了一个意外现象啊，出的主茎呢，集中在一侧哈，而另一侧呢，则出现了浮根啊。显然当初呢，在不织布包覆下的土壤呢，两边的水分并不相同哈，才会造成浮根的现象啊。拉近镜头呢，来观看一下哈，这两侧底根明显的差别。这有个说法呢，就是造成浮根的位置呢，是下方土壤较为干燥哈，或是这侧上方的水分较多了，所以根系只会盘踞在上方哈，而不往下走了。这对日后的影响呢，就是会造成抓地力不足啊。根系若只盘踞在土壤表层哈，很容易因为强风吹袭而倒塌。接下来呢，就像是斤斤计较哈，反反复复调整种植高度的过程啊。因为打算种植的高度呢，略高于这个平面哈，避免积水呢，然后造成损伤啊。而若想种的略高于平面呢，一开始的原本外露底茎呢，高度就要抓好啊，别事后呢，再用覆土的方式呢，不断加厚哈，这样反而会让主根位置过深呢，对于植物生长并不有利啊。因为拆除不织布时呢，覆盖底茎的水平高度崩落了，因此现在不断量测的呢，就是底茎外露表面的高度了。朋友若看见我这样如此锱铢计较哈，应该可以无话可说了吧？确认高度没问题后呢，就是覆土了。昨日挖宽一点的好处完全显现了。除了施作方便外呢，现在埋下土壤的同时也可将根系旁的板结土壤呢进行敲碎啊。
方便根系进行扎根啊。而对于这些已经板结过的土壤呢，个人的做法是会让它跟其他的土壤进行混合再埋入了。因为已经会有板结的结构呢，敲碎后放在一起呢，应该也是很快又会再次结块而桂花种植的位置呢，与七里香不同七里香是种在边坡上片尾呢会附上算是感觉还不错看的七里香新移植完与日前移植后的预告片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呢，就好好看完吧，应该是不会失望才对啦。也因为桂花是种在内部土壤尤其需要采石避免积水土壤采石后呢，在进行浇水前呢，又再把外围的土壤表层挖松并铺平这在还没有调整好呢，日后浇水的简易办法前呢，可以方便保持土壤的湿润程度了。浇水前呢，顺道先来看一下这泡在水里的七里香盆栽呢，这其实可以拿来观看土壤的缝隙程度泡在水里已经一阵子了花盆里还可以不断的冒泡意味着呢，花盆里的土壤呢，算是还留有空隙不过有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这花盆一放进水里呢，就发现一大堆大肚鱼围绕着这花盆游动该如何拿来利用呢？进行造景呢？目前仍在思考中接续来看一下刚才把一旁的土壤略有挖松增进吸水的效果个人是觉得啦，只要觉得有帮助就做一下这样种起来至少也感觉很有自己的想法。而在机缘巧合下呢，一直怕鸡蛋花日后过于高大而不敢直接种到土壤里呢，似乎看到了解决方案2日后呢，这五彩桂花呢，感觉正常生长外还又长出了不同颜色红色的嫩叶暂时可以算是移植成功了。接下来呢，就是连水池里的七里香呢，都已经移植完的预告片了。这2只狗呢，难得还主动安静的设计起乖巧配合的桥段另外这侧呢，早已移植的七里香呢，已经开花多回了现在的叶片呢，已经苍绿不少该要修剪了吗？谢谢收看。